1979年的一个冬夜，山西大同稷山县城西4公里的马村，一场鹅毛大雪让村民们早早地关门闭户，村庄显得异常寂静。然而在村头墓地，此时却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身影，挥动锄头。原来是一位村民在悄悄地盗挖古墓。正当村民进入墓室中打算捞一笔时，突然身后传来声音，好像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手电光中赫然立着一个红衣女鬼，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面目狰狞，把村民吓得魂飞魄散。而一个占地约 2.24 万平方米的马村金墓由此掀开神秘面纱，一个巨大的豪华阴宅建筑群也由此浮出地面。住在古墓中的红衣女子究竟是鬼还是人？庞大的阴宅群一代又一代，为何在地下修造得如此富丽堂皇？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带您走进中国山西稷山县马村，了解中国最好的阴宅群和马村金墓被尘封千年的秘密。马村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稷峰镇。上个世纪70年代，这里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不过，这个看起来普通的村庄与别处有些不同。村里有个地方，当地人管它叫百慕坡，这百慕坡在村民心中就是个禁忌之地。村民们都知道，百慕坡下面埋藏着古墓。50年代那会儿，有村民曾无意中挖到过，不过立即做了回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中的禁忌。这百慕坡呀，有点邪性。无论天上下多大的雪，落到这片坡地上几乎从来不积雪。有时雪下的实在太大，积了一点，不到2天就会融化，而其他地方呢，雪下在地上10天8天才能融化。由于坡地上一直发生这种奇怪现象，村民们对这个地方心存敬畏，平时挖地种植都不会上那儿去，总觉得在那里干点啥会惊动地下的鬼魂，不太吉利。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偏偏就有一个村民有点不信邪，对这块地下面的墓早就惦记上了。他想，也许能挖开古墓，搜罗点宝贝啥的。他在心里默默地盘算着下手的时机。那是1973年的冬日，大雪漫天，覆盖了村庄。村里的人遇到下大雪的冬夜，会早早地关门闭户，挤上热炕头，很少有人在外出活动。天色变黑后，这位村民喝点了老白干，借着酒劲壮胆，拿着锄头和手电，悄悄溜出家门，朝百慕坡走去。大雪落在百慕坡上，果然不像村里其他地方，地面上很多地方完全没有积雪。夜黑风大，附近树林子偶尔还会传来积雪压断枯树枝的声音，听得村民有几分心惊。村民赶紧挑了一块没雪的地面开始挖掘。很快地面出现一个小洞，村民心中暗喜，果然有墓。看看四周没人，他继续用力在挖。只听轰的一声，地面出现一个大洞，地面的泥土随之他陷到洞里。村民朝洞中看去，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清，赶紧拿出手电滑进坑里。进来一瞧，感觉像是来到一个专修的房间。砖是花砖，花里胡哨地雕刻着一些东西。村民才没心思欣赏呢，只想寻点带得走的宝贝。手电朝地面乱晃一通后，没什么发现。这时他注意到前方有个罐子一样的东西，正打算凑过去仔细瞧瞧，而就在此时，突然他感觉身后好像有人发出什么动静。瞬间村民感到自己的汗毛好像一根根竖了起来。他扭过头朝身后看去，我的个老娘！手电光中赫然现出一个女鬼。女鬼穿着红衣，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面目那叫一个狰狞。不容细看，村民抄起刚发现的陶罐，一边尖叫一边连滚带爬地窜出墓穴，接着又连滚带爬地跑进村里。这过程中他甚至都不敢回头，不知道红衣女鬼是否在后面追自己。惊魂未定地回到家中，立马关上门，锁上窗户。
这村民吓得一晚上都没睡踏实，怕女鬼来破门而入。天亮之后才平复了一下心情。这时他细看昨晚从墓里找到的陶罐，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陶罐，而是一个陶俑头。陶俑头雕刻得十分精美，线条流畅。不过村民的眼中，这算不上什么宝贝，比真金白银差远了。而且弄到这么一个头，加上遇到女鬼，他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村民挖墓遇到女鬼的事儿很快在村里传开，而且很快就传到村干部耳中。村干部着急呀，担心古墓中的文物被盗，赶紧把这事儿向上面做了汇报，同时也叮嘱其他村民千万别去挖墓。柏木坡本来就有点邪性，再加上盗墓的村民撞到了女鬼，村干部就是不叮嘱，很多村民们也不会轻易去。虽然马村在当年交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接到消息后，文物管理部门还是派考古专家和考古队赶到村里。盗墓村民发现的那个陶俑头当然也上交了。鉴于盗墓村民对红衣女鬼的描述，考古队员在挖掘时虽然不大相信真的有鬼，还是比较谨慎和留意会不会出现什么异常情况。不过刚开始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或灵异事件，恰恰相反，墓葬给人的感觉甚至不像普通坟墓，透着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奇异。随着墓葬的发掘和周边的勘察，考古队惊喜地发现，这片坡地上被盗挖的墓不是一个单墓，这里竟然有一个家族墓葬群。这可是重大发现。被盗的墓被命名为2号墓，其他已经开始发掘的墓葬也一一编号。这墓葬到底啥样？为什么还会透着一股奇特呢？马村这片开挖的墓葬群整体呈扇面形，共有14座墓，由北向南，大致可分为3、4排，一排比一排分散。根据排列可以看出，家族墓群是按年代由北往南发展的，其中的9座都进行了挖掘。整片墓区占地约 2.24 万平方米，而且地下大多数建的全是阴宅。对考古队来说，地下出现大面积阴宅建筑群并不算太新奇，因为此前在山西侯马还有其他一些地方都有阴宅被发现。让考古队感到兴奋的是，这里的阴宅明显比其他地方的要精美豪华很多。墓葬群每个墓的建造有一个共同特色，都是采用4合院形制，就是墓室的4壁做前厅后堂，左右相房的4合院布局，而且都是砖雕仿木，非常华丽，给人的感觉好像把墓主生前居住的院落给搬到地下去。虽然每个墓室在大小、繁简程度上也有一定的区别，但就整体而言，还有砖雕技艺的精湛繁复，令人过目难忘。墓葬的通道左右连接着各个墓室，所有已发掘墓葬都是夫妻合葬墓。墓葬中像这样用砖雕刻的精美的门窗、隔扇比比皆是，飞禽走兽、花草人物图案，还有安详的墓主人夫妇、书童仕女等人物组雕，无一不逼真生动，栩栩如生。每一座墓葬简直堪称是一座砖雕博物馆。眼前的2号墓就是被村民盗挖的墓葬，墓门在东侧是砖圈门洞，门洞外口像一把茶壶，这种建筑式样被叫做壶门。门洞上方有砖砌的仿木构的门楼，有重台勾栏，看起来像楼阁。门口2侧壁各雕一人，手执棍棒，俨然就是墓葬的守护神。墓室的4面分别是前厅后堂，左右相房，一看就知道是4合院。墓葬由基座、柱额、斗拱、屋檐、木顶等5部分构成。基座是须弥座式，整个墓葬群都采用这种样式的基座。这些基座结构复杂，形制高大，从砌砖方式的复杂和讲究就可以看出，在整个墓葬的建造中，连砌砖都变成一门艺术。这须弥座基座是从下往上按顺序砌的，先是一层混度砖，
接着一层牙角砖，再来一层吃牙砖，然后是合连砖、束腰砖、曲色砖、复连砖各一层。湖门柱子砖要砌3层，再往上是一层仰连砖，最后用一层方色平砖封顶。最亮眼的是束腰部分和湖门里面会雕刻上牡丹、莲花之类的漂亮花卉，或者天马、仙鹿、山羊、狮子等跑兽，看着生动又精美。这些营造手法和式样不仅2号墓有，其他墓也有，大同小异。2号墓的四面都有3间屋子那么宽，四周总共砌了12根檐柱，柱子下面是宝装莲杵，莲花图案装饰。柱子头上的蒲百年像个小帽子似的，是古代木建使用的一种构件，起到装饰和连接的作用。蒲百毡的下面还特地加了个叫雀体东西，这也是中国古代木建中常出现的构件。每间屋子2体相交，上面装饰的卷草和缠枝花纹十分精致，下面垂着的卷云头就像一朵朵云彩，造型大气好看。这是沟头滴水，在古代建筑中有防止雨水倒流的作用。虽然马村的墓葬群是在坟墓中修建宅院，并不需要用担心下雨腐蚀建筑，但和地面建筑一样，该有的讲究都有，丝毫没有也没含糊。墓顶采用的覆斗式的，就是把屋顶四周都砌成斜坡，中间高4周低，像一个倒扣的斗一样。这在马村墓中也是通用样式。2号墓南壁中间后壁上还有一组生动的杂具浮雕，东西两侧的次要空间各雕了2幅孝悌故事图，从左到右，依次是交子路汝丁兰克木韩伯瑜哭丈刘墉行孝。东西两边的图案是对称的，装饰风格也一样。每间都有一扇格子门，门上的障水板、腰滑板和格眼都刻了花纹，装饰得特别漂亮。不止2号墓，整个墓葬群中墓室精美的砖雕，足以让进到墓葬的每一个人都看得眼花，给人的感觉就是处处充满艺术感，处处充满高级感。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用砖雕来模仿木建呢？木建本已复杂，用砖去模仿更是难上加难。根据专家说，那是木建埋在地里更容易腐化，所以当时人们建造这种形制的墓会用砖来替代木，可以起到更为稳定和耐久的效果。2号墓墓室的北壁上雕刻着墓主开方宴的场景。开方宴是宋金墓中一种很流行的装饰题材，这是夫妻之间一种特定的宴席，在宋金时期很流行。只见男女墓主分别坐在桌子两旁宴饮，观赏散乐杂剧，使者在一旁站立，听候吩咐，帐幔卷帘，屏风桌椅，盘盏香柜等的，刻画得十分细致。开方宴不仅让人看到墓主人生前的豪华生活，还代表了当时人们的观念里，希望死后和生前一样，继续享受美好的荣华富贵。男女墓葬主人的真容，考古队已经看到，给人一种富贵闲人的印象。不过，作为墓葬主人，他们究竟是什么身份，却是一个谜。因为墓葬中没有发现墓志，而且墓修得如此华丽精美，透着生活品质的质感，相关陪葬品却很普通。整个墓葬群的墓葬都有这种现象，陪葬品就只是一些家中常用的瓷碗、瓷枕、灯盏和北宋铜钱等，很平民。这一点也令考古人员感到疑惑，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如果是平民，为何会这么富有？墓葬修建的这般豪华？发掘过程中，墓葬透出的奇异砖刻场景，让考古人员过目难忘。但是除了这些世俗生活的场景外，墓中还有一个奇怪的发现，那就是墓葬主人竟然在自己的陵墓中搭建了戏台子。这也是整个墓葬群和其他阴宅建筑群比较最有特色的地方。这是4号墓的戏台，4号墓是在墓葬群中墓室最大的一个。戏台用来唱戏，戏台下面还有走路的地方，上面是雕刻着生、旦、净、末、丑这样标准的演员角色，每个人物刻画得相当传神，令人惊叹。不仅如此，
旁边的乐床上还浮雕着一个伴奏乐队，共有5人，乐师们使用着大鼓、腰鼓、笛、臂力、拍板等5种乐器。腰鼓演奏者手舞足蹈。1号墓和5号墓中也有乐队的砖雕，这些生动的形象说明了这5种乐器在当时的杂剧上演时是伴奏乐队的扛把子。看到如此鲜活的戏剧砖雕，让当时的考古队一时间似乎感觉不在墓葬中，而是置身墓主人看戏现场的既视感。这人世间才有的欢乐明媚，热热闹闹的竟然出现在地下的墓葬中。对于研究中国戏曲的专业人员而言，这些戏剧砖雕提供了具象和直观的宝贵资料。墓葬中伴奏乐器的组合形式的出现，解决了戏曲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墓葬群中戏剧砖雕，有的还展现了当时的戏剧情节。在5号墓中，舞台的左下角摆放着2个酒坛子，而在舞台右侧，第2个人物头巾上装饰着花朵，穿着长裤和短衫，腰间系着围裙，装扮看起来很像酒家里的伙计。由此可推想，戏的内容可能与酒家有关。在2号墓中也有4位戏剧人物。问题又来了，2号墓还有这些出土的周边墓葬，生活气息如此浓郁，人物表现如此生动，那为什么当初那个村民盗墓贼竟然在这里看到一个红衣女鬼？他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再次回到2号墓室，眼前这幅妇人启门砖雕正位于墓室主墓道入口的照壁上。因为墓葬是按4合院的格局修的，所以有照壁。眼前的女人姿态优雅，倚门而立，她的视线所及，对面是看戏的戏台子。专家分析，这是一个女侍者，表现的是她在帮人查看戏是否开演。也有人认为，这扇门代表的通往仙境的门，门后充满祥和，富足安宁，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死观，认为死后可到达极乐之地。有没有注意到，女子身边的墙体是红色的？如果在特定的视角和光线下，砖雕女子的面容有可能让人产生错觉。这就是当初盗墓村民觉得自己看到女鬼面目可怕的原因，而墙体的颜色是鲜艳的红色。进入墓室后，村民过于紧张，加上心理作用，没看清，把这位刻画生动的女士误认为是红衣女鬼了。人们也许会问，那柏木坡这块地面很少积雪，又如何解释呢？专家解释，由于地面下方埋藏着大量的古墓，这些墓葬的存在使得土坡的温度比周围地区要高，因此积雪会很快融化。既然已经一睹2号墓主人的容貌，也知道了她们美丽的侍女并不是女鬼，还知道她们过着看戏宴饮的神仙日子，那么墓主人是谁？为什么会如此富有？这片墓葬属于哪个家族？种种谜团依然存在。考古专家翻阅相关史料，始终没有找到关于单一墓葬或墓葬群的记录。这时7号墓的一个新发现带来了破解谜团的线索。人们在重新清理时，在7号的北壁发现一块砖刻小碑，碑宽45，高35厘米，名为《段吉预修墓记》的碑文记载了7号墓墓主段吉的生平以及修建墓葬的情况。他的出现让专家们对马村金墓群能够给予更为精准的断代。段吉生于宋政和8年，就是公元1118年，至今大定21年，也就是公元1181年时修建了这座墓葬，当时他已经64岁。碑文提到，修建墓葬是为了被收救和后代子孙祭祀。碑文还提到段吉的母亲李氏以及他的家族成员情况等等。据此，专家确定墓葬群属于段氏家族，不过他们何以能够聚集这么多财富建墓，而且代代如此，依然有待解答。7号段吉的墓在整个墓葬区居最南边，专家由此推测，段氏墓群年限下限不会超过1181年。早期的墓根据出土的铜钱大官通宝等推测，可以最早追溯到北宋晚期。而由于所有基饰的形制、装饰等变化不大，
应该是年代距离不会太远。对于已发掘的9座墓，专家将断代为金代前期。被盗墓葬是位于第2排的，自然也是段氏家族的后人。专家通过砖雕的丰富华丽，而碑文写法和字刻的相对简拙的情况分析，认为段氏家族应该是民间的豪族。联想到马村当地居住的居民有 90% 都姓段，考古专家深入到村民中进行调查，希望能发现一些线索。结果却令人失望，虽然村里很多人都姓段，不过并不了解墓地上的段氏家族和自己的关系。就在一筹莫展之时，突然一个姓段的村民来到考古现场，要求参观7号墓葬。原来他听说了7号墓碑文中有大忌讳先的字样，想了解究竟。7号墓主段吉，在碑文再提到了自己曾祖父是段永成，而这位叫段先的村民的正是段永成的后代。工作人员带着段姓村民找到了碑上那几个字，村民显得非常激动。原来他自己祖传的砖碑中，碑文上也出现过同样的字。村民把自己携带的2块砖碑递给考古专家过目，在2块不大的方砖上布满文字，果然也有大忌讳先的字样。这位村民本人是段吉碑上提到的段先的后人。村民的讲述为考古专家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了解段氏家族情况的线索。段姓村民手上的2块碑都是家传的，已经收藏了40多年。他家以前就在马村，后来搬走了。听到当地一个文化工作者提起出土的碑文大忌讳先这几个字，引起了他的注意。结合段姓村民的讲述和专家的研究，以及先有记载的史料勾陈比对，专家们终于揭开段氏家族的神秘面纱。原来这段家呀，祖上是药膳世家，悬壶济世，富甲一方，兴旺了300年。专家分析，墓葬群安葬了段氏4代族人，墓主为段永成，是段吉的曾祖父。而段氏家族呢，自大唐年间即从事医术研究，注重食疗食补，历经几代，食补食疗自成一家。段氏药膳在宋代还得到过宋朝皇帝赵匡胤的喜爱。相传赵匡胤还没当皇帝的时候，有一次偶然吃了段家的药膳，贯通燕锅，还喝了贯通汤酒。吃完喝完，觉得身上不冷了，也不累了，人一下子精神了好多，对段家的药膳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赵匡胤当了皇帝，有一次去河东平定叛乱，要犒劳手下的将士，想起之前吃过的段家药膳，就专门请段家的先祖来给大家做燕锅和汤酒。这一做，段家的药膳就出名了，段家的生意也跟着火了起来，开了好多家店，成了当地的名门望族，也积累了大量财富。而段家的后代们也大多从事药膳行业。段氏家族中叫段先的这位先祖，曾深入研究河图、洛书之玄机、阴阳八卦之原理，把这些知识用在了做吃的上，编了一本叫《贯通食补汤方》的书。他就是想通过食疗来帮助人们养生。他觉得只要让身体里的经络通畅，阴阳平衡，再用药膳来强身健体，就能让人健健康康，长命百岁。这本书中收集了段家祖传的很多特别管用的秘方。不过，为何偌大一个家族，历经300年后，竟然销声匿迹了呢？原来，大约在金朝末期，蒙古军队入侵华北地区，段氏家族认为他们是侵略者，而拒绝为蒙古军队提供医疗援助，而遭受迫害。家族成员有的被诛杀，剩下的被迫离开故乡，最终在山西省稷山县马村定居，留下了此次发现的大量墓葬群。至此，段氏一门再无往日辉煌。而段姓村民手头的2块砖碑，上面刻的是段家流传下来的药方精选。当年他的祖先把药方分成2两份，分别给了2个儿子，代代相传到了段姓村民手中。如今他拿到和保存的就是其中的2块。还有一点值得说的，
那就是民间都说富不过3代，但段家为何却富了将近300年？要不是遭到蒙古军队的诛杀，估计还会一直存在。那是因为段家的老祖宗给后辈们留下了一段祖训：孝养家，食养生，系养神。意思是依靠善孝养家，善食养生，善系养神。段氏一门得以持久的兴旺发达，墓里那些男女主人热爱看戏，也是家族传统的一部分。他们认为看戏有养神的作用。说起段氏墓葬群的豪华精美，其实是有它的时代背景的。因为宋金那会儿经济好，手工业也发达，让盖房这个行业发展迅速，就连普通的地主富商都愿意花大钱盖豪华的住宅店铺。房子盖得越来越精巧好看，有各种复杂的结构和别致的造型。地下的墓葬既然是按照地上的房子来盖的，甚至还更讲究，所以整个墓葬群看起来特别华丽，让人惊叹。眼前这一件件栩栩如生的砖雕都出自马村墓葬群。现在马村砖雕墓已经变成了山西金墓博物馆。这些从地下挖出来的文物不仅能让大家看到段氏家族当年的辉煌，还能通过它们像打开一扇窗一样，看到宋金时期的社会风俗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戏剧文化。每一个文物的研究新发现都有可能带来学术研究全新的重大突破。这样大规模的家族墓葬群带来的史料研究、艺术研究价值同样无法估量。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能看到这里的观众。如果您对视频有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互动，喜欢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